这个穿超短裙的大叔上了陌生男人的车，年过半百的他没有什么收入来源，只能根据自身的条件满足一些人的特殊癖好。我要先收钱。一旁的男人将钱丢到他的脸上，一张一张，也在一下一下剜光他所有的自尊。大叔突然不干了，因为钱是买不到尊严的。没想到客人突然大发雷霆，他开始对着安迪拳打脚踢，还不断出言侮辱他。受不了的安迪急忙下车逃跑，客人却紧跟其后，还掏出一把小刀。他向安迪步步紧逼。关键时刻，警察及时出现，将他们双双带回了警局。男人声称被安迪骚扰，本来也打算报警的，只因为他是一名老师，警察便无条件相信他的鬼话。他们认定安迪是变态，从他的穿着就能看得出来。警察将他带进政务室，他们逼迫安迪脱光衣服拍照取证。在这期间，他们不断摆弄着手机的闪光灯，无情戏谑嘲讽着安迪。安迪知道自己被耍了，但也不敢跟警察抗衡，因为他的这种行为注定得不到世人的认可。原本他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妻子贤惠，儿女双全，但一次意外发生，妻子不幸离世，安迪思念过度，竟然产生当女人的念头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。但儿女是不会理解他的。安迪给儿子过生日，却被儿媳嘲笑身材比自己好。他穿女装参加女儿的婚礼，原本只是为了看她一眼，却遭到女儿歇斯底里的嘲讽。本就没有了妈妈，这下也没有了父亲，安迪十分沮丧。还好有闺蜜经常开导他，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，彼此互相鼓励，在凉薄的世界里多了一丝安慰。然而就在这天，这份唯一的温暖也消失了。闺蜜因为出去工作，竟被人残忍虐杀，安迪的世界再次陷入了黑暗。他跪在尸体旁边，哭得泣不成声。此刻他还有些羡慕闺蜜，终于得到了解脱。第二天，安迪找到老板结工钱，他想给闺蜜办个风光的葬礼。然而安迪竟遭到对方无情的谩骂和嘲讽。死烂掉，把你的钱拿走啊，碰到你的钱啊会得艾滋病啊。安迪再不情愿，还是低头捡起了钱，毕竟这是他最后的收入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的出现让他的生活再度燃起希望。他叫小帅，是安迪的同事，虽然耳朵听不到，但为人真诚善良。他没有歧视安迪，而是喊了他一声姐，还热情地帮他介绍了一份工作，这让一直自卑的安迪感到了温暖。日子似乎并没有那么糟糕，直到这天晚上，外面是狂风暴雨，里面的安迪惬意地躺在床上，想念着死去的闺蜜。我好想你。突然，他听到外面有什么声音，安迪小心地探出身子，打开门，竟然是一对母子在偷东西。好心的安迪让他们进来躲雨，还给他们很多吃的。尽管自己过得不尽人意，但他还是愿意帮助别人。从男孩口中得知，母子俩是来打工的，因为爸爸经常家暴，他们就偷偷跑了出来。安迪不忍让母子俩继续受苦，索性直接收留了他们。女人也不含糊，洗衣做饭擦地，无微不至地照顾安迪的起居。他们很快成为无话不说的好姐妹。就在这天，小帅找上了门，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餐，融洽的就像一家人。第二天早上，安迪就跟着小帅一起去送货。可到了晚上，外面突然下起暴雨，他们只能来到宾馆暂住。然而只剩一个房间，两人只能共处一室。女人心的安迪顿时害羞起来，她不知道怎样面对小帅，更不知道这样妥不妥。就在灯光关上的那一刻，小帅突然离开自己，睡到了地上，这让安迪很不好受。看来小帅还是嫌弃自己的。可到了第二天，小帅又主动关心起安迪，就这样几句话，便让他再次开心起来。安迪甚至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当他们回到家里，安迪就发现出事了。原来昨天晚上这里发生了大火，女人在那么危急的关头，依然冒着生命危险帮安迪取回了全家福，那对他来说就是他的全部。安迪十分感动，他唯一的家人都嫌弃自己，一个外人却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自己，可能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说不清的吧。几人一起逛街，安迪还送给女人一部手机，这样一来，即使是遇到危险，他也可以随时联系自己。人跟人都是相互的，女人照顾他，关心他，他也会同样对他好。就在当天晚上，安迪买了一张彩票，同样的数字他已经买了10年，那是他家人的生日号码，也代表着一种希望。安迪已经开始幻想，中了彩票之后，他们要买更大的房子，要买最贵的家具。几人一起幻想着美好的未来，安迪也乐在其中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噩梦很快就会降临。就在这天晚上，安迪接到一个电话，他中奖了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惊喜，他突然有些不知所措。安迪叫来所有人，他们在一起欢快地庆祝，畅想着以后的幸福时光。当他们回家后，多喝了几杯的安迪和小帅困得倒头就睡。可到了半夜，安迪突然听到什么声音，当他起身发现，小帅竟然在翻他的钱包。你在找彩票吗？安迪赌了一把，他不相信小帅真的会为了钱对他不管不顾。直到第二天一早，安迪起床发现桌上整整齐齐的只放了一份早餐，他急忙来到女人的房间，却发现屋子被收拾得一尘不染，母子二人早就不见了踪影。最显眼的莫过于他送给女人的那部手机。安迪突然回过神来，他急忙查看自己的包包，果然那张彩票不见了。此时的安迪已经猜到了什么，但他却不敢承认。他来到母子俩的房间，回想着曾经的点点滴滴，他们曾经那么相亲相爱，那么照顾彼此。女人甚至为了他的一张全家福，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，而小帅更是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地出手拉他一把。想着想着，安迪愤怒地丢掉了那部手机。突然，手机铃声响起，安迪蹲下去捡，却发现小帅最爱的打火机掉落在床底，他一向舍不得乱放。安迪这才明白，原来他们俩
早就偷偷在一起了。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家人。小帅兑换了安迪的彩票，他们买了一辆小汽车，一家人离开了这座城市，离开了安迪。他们曾经期待的未来，只能由他们3个一起实现。对安迪来说，他在乎的仅仅是一个人的关心与爱护。可现在，友情和爱情双双背叛了他，安迪再次陷入了绝望。如果善良有罪，为什么总要他来买单？